欢迎来到妮娜音乐日记，和妮娜一起开启快乐的钢琴旅行吧。今天的这个视频，妮娜想讲一讲钢琴上踏板的使用。正常的立式钢琴下面都会有3个踏板的出现，我们今天来讲一讲踩下3个踏板，每一个踏板我们在钢琴的音色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。我们一起来看，今天妮娜把前面的这个面板给拿掉了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钢琴内部的构造，以及踩下踏板之后，我们琴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。我们现在来说，通常踩踏板是用我们的右脚去踏下去，具体的方法呢，我们之后的视频还会做详细的讲解。我们踩下最右侧的那个踏板叫延音踏板，我们来一起看看它会发生什么变化。使一个正常的自然音无限持续的延长，直到声音没有了，直到琴弦的震动停止了，这个声音才停止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踩下去之后，我们会发现正常压在琴弦上的制音器离开了琴弦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使我们在按琴锤打到琴弦的时候，你的琴弦是可以随意震动的。但当我们松开右侧的这个延音踏板之后，我们的制音器会压上我们的琴弦，这样就控制了声音的停止。所以正常我们不踩延音踏板的时候，这个声音会就是直的，一下子就结束掉的。好，我们来说第2个踏板，中间的这个踏板通常叫做消音踏板。为什么说它叫消音？跟着妮娜一起来看一看。当我们的脚踩下这个踏板之后，我们会发现正常的这一个小绒布会挡在我们的琴锤与琴弦中间，这就降低了声音的大小。我们一起来听听。如果我们把这个踏板给它抬起来，我们一起再来听一听。我们的小绒布提起来了，那么已经没有了这个遮挡，所以我们的声音就变得正常音量了。好，我来说一下最后一个踏板。通常在初学者当中，最后一个踏板是不太经常使用的，它叫做柔音踏板。有一些人也会把它叫做消音踏板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它踩下去之后会有什么变化。踩下这个踏板之后，我们的琴锤与琴弦的位置一下子这个行程就变近了，所以也消去了它一定的音量。我们一起来听听。它的消音效果不如中间的踏板消音效果那么强烈，所以通常我们叫做柔音，就是声音稍微小了一点，柔和了一点。我们再把这个踏板松开，我们看看琴锤回到原先的位置，下来了。这个就是一个立式钢琴都会有的3个踏板，以及它们在演奏踩下之后会出现的效果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妮娜已经开通了 Zoom 的视频课程，如果你想跟妮娜面对面的交流，你想跟妮娜1对1的上钢琴视频课程，欢迎你在评论下方留言，妮娜会第一时间跟你回复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